老太爷，谁呀？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，送了拜帖，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。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，明明是银行，叫什么蓝雪呀？洪总，别，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。来，我瞅一眼，看看这是谁。一点规矩都不懂，什么东西这是？哼！你的就叫。我们老太爷说了，没工夫见你，正陪客人谈事儿呢。来，原帖奉还，请回。哪里来的客人？顾兄，李清兄，我就猜到了，想必就是你。行，别在这儿说，先走。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？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，他眼睛里能夹你。你听我的，找个时间，我想办法帮你俩说个说个。你这次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？在山西的时候，我把他得罪得死死的，指望着他来帮我，算了吧。也是。那这样，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，我自个儿掏一笔钱，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。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？有你这句话，我已经明珠肺腑了。哎呀，只是我家这蓝雪茶呀，那可是千古的美女，要是只混迹在庸脂祖粉里边，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。来，蓝雪。如何呀？天姿国色，果然是知己啊，肯说真话。可能有什么用啊？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，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了。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，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啊！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。这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我现在就是个茶农，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。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，那我怎么办？任由他们欺负啊？我看你是没路走了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可能我这辈子就是没路走的命吧。我早就习惯了。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，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多亏？能啊，蓝雪夺魁，你这多状元，画马游街，高官得坐。哎呀，我看你这美梦做的是真好。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？就知道讽刺我。哎呀，不过说起来，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，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。不过再往后的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反正我没路走，我也不怕，就指着你了。爹，这是哪儿来的？爹，这就是那个蓝雪茶。你倒是好心啊，帮他说好话。这怕是比1等的银行还要好呢。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。
我觉得呀，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，这么好的茶，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，那岂不是？你最近很上心家里的生意，这很好。这么好的茶，如果我们专营专卖，也是件好事。可是它是古平园的茶，那就另作他讲了。为什么呀？我问你，如果我们拿了他的蓝雪茶，他会怎么样？我谅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，咱拿就拿了，他敢得罪李家吗？你说的也对，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，因为折了他的面子。假如我们的敌手这时候跟他勾搭，那立刻就反了，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。再说他这个茶，一年有多少产量？我们几百家店铺啊，难道就靠它来维持度日吗？假设这些都不存在，我这么做，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园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气焰？有朝一日，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，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，不跟我们合作了？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，想取而代之啊，很有这种可能。野心这个东西啊，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，着起来容易，扑灭就难。人世间啊，规矩是第一位的。什么叫规矩？我是爹，你是儿子，我见客人坐着，你就得站着。如果连这个都没了，还做什么生意？送你7个字：芝兰当道也要出。我已经告诉京师所有的商人，不许买古平园的茶。你也不要搞小动作，让我知道不会饶你。你怎么这么快？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儿？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没本事给你干，我连1分钱我都没要着。哎，屋里烧着热水呢，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？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。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，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，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，手心向上管他要钱，那不得把咱逼死呀？那娘腿脚也不好，还得跟着咱俩逃命，真可怜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？我连你说的那个靳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。我把那字条递进去，人家说靳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封号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好家伙，人等得起，那茶也等不起呀。再说了，你那2个指头宽的字条，你管人要5、6万两银子，凭什么呀？你能不能学聪明点？不是，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！哎，我也不说你了，反正我皮糙肉厚的，我命贱。明天我背着金条去。哎，你喝点热水，洗洗脚再睡。我以后再听你的，我就是头驴。您没看见，前2天啊，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，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，全在外边铺着呢。您是没看见，还吃得下饭呢。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，没规矩。老大，你干什么啊？你不是听他说了吗？我就是收了点茶叶，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，那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？行，你别笑嘻嘻的。你是李百万啊，
站着房，躺着地，金山银山数不过来，你拿什么给人家呀？上次那金条哥你给我背上吧，我爬着我进城，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，死了清净。古先生在吗？我要查了。靳大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靳大奶奶，您就是靳大奶奶。二兄弟吧？那日不巧，我去了大同分号，说是二兄弟来过，饭没捞着吃，茶也没捞着喝的，我这不落忍劲儿的，赶紧来赔个不是，对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靳大奶，里边请。哎，娘啊，娘，这是我山西的朋友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祝老太太身体安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。老太太，我扶您进屋说话去。哎，我们当家的还对老几位问你好呢，带来礼物啊，我也都捎来了，赶紧过来。是，大奶奶，大奶奶。哎哥，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啊？把箱子打开自己瞧。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啊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一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，少来3晋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、太平号，替大家伙儿铺平电脑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敬仰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实在可恶。闯王宝藏。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近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你是武平原。
正是。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，你这番话很有见地。不过，这是读书人的想法，你将来要想从商，这可是大大的错误。有什么错？金银钱财，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记下了。草民李万堂见过王爷。你的办法不行啊！这朝廷吧，让我进山东剿捻，可我老是延误不进。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，是你担，还是我担呢？王爷，这批商人啊，狡猾得很，熬不到一定时候，这锅饭熟不了啊。这些人，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，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，我也受不了啊！王爷，我是生意人，最懂生意人。这些有钱人，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，可骨子里，个个都是吝啬鬼，钱都穿在肋巴骨上。你真让他往外拿的时候，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，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。300万两，哪这么好拿的？不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，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。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，这么回事儿？王爷，你看，平遥太谷，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。论交通，崇山峻岭；论地脉，并没有金银矿产；论人才，此地民风朴实，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。明朝一亡，这2个地方财富陡增。您再看，这是太行山脉闯王遁逃的路线，由此向2侧散开。我确定，这批宝藏肯定是在物，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。这所谓的老八家，久经商海之中，代代相传，做生意有赔有赚，他们凭什么屹立100年不倒？哪来的本钱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李万堂，李百万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。
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，那可是你出的主意。到时候误了军情，又找不到宝藏，还丢了辎重，那我只能借你的脑袋当辎重。王爷放心，相信我，到时候你得宝藏，我得山西。知道读本就好。3日之内，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。无论如何，我得过黄河入山东，打这一场仗了。胖兄弟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？你说，那是我想烧啊，我就没想接，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。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。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，这可能是个连环计。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，逼康家卖产业，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。一步步走到现在，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。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管我们认不认，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罪。我在想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哎呀，小孩子说大话，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？啊，在官府眼里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。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，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倒也有道理。不知诸位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？哎呦，都说了没有，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，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。没有，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局怎么破？我在想，他李万堂家资再大，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。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：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，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，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。王爷嘛，又不是地方官员，随时要出征打仗的。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。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，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，就可以对付李万堂，把李万堂逼出山西。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，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不行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，那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，那有的是方法。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，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，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。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，挤兑起来，如何得了？谁说做生意一定要用现银？啊？兄弟，你馊饭吃多了吧？脑浆子都馊了。大奶奶，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，可不可以啊？就好比说吧，你手上这个碗，它就价值10万两，那我想要，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，我该如何做？
孙掌柜，取10万两给我。我没银子呀。就算有银子，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？这好办。大奶奶，孙掌柜说了，你只要看到此信物，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。凭此信物，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？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？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张契约，这样8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，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的。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，8家合1家，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。而8家分开，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，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，方便年底核算。只要这个生意是在8家之内，1张字条就可抵得上100万金银。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？那万一有1家违反规定怎么办？万一有1家被挤兑，其他人不知情，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？还有啊，万一8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，每天确认头寸，并对外宣称8家联盟。这样即使挤兑起来，也不至于遍地开花。可能有1家2家受难，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，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，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。那这个总柜谁来当啊？让我试试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是做戏的，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，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，你当然是自己人了，是我们8家之内的人。我看让他进来，也不是坏事啊。好，这个总柜你来当，你出的主意嘛，你做给大家看看。诸位有意见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别吃馊饭了。我去跟他们谈。